一眼，猎人选择了热度最高的打法。会議じゃないよね。なんか、戦う感じのやつだよね。それは。知ってたよ。レイト、嘘つくの下手だから。さあ、まゆ、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して。パパはね、これから大事なお仕事があって。パパ、お仕事頑張ってね。作为杰德中章的第二篇，本集更侧重描写猎人对家人的感情，让我们从真正意义上看到猎人的成长和蜕变。而作为妻子，刘美奈又怎么可能没发现丈夫的改变？所以，即便她知道猎人的身份，她没有选择阻止，而是让他平安归来。这一战也是猎人的成名之战。那么，杰德最终决战第二篇开始。在上一篇中，贝利亚完全复活，并在宇宙吸收完能量之后，利用斯特鲁姆转换能量，进化成了极恶贝利亚。かつてこの宇宙を崩壊させたのは俺だ。俺の体はもうじき究極とは、その暁には、お前たちの星を吹き飛ばし。而为了稀释这一股能量，他们选择制作分解酶，并在后面的战斗中注射到贝利亚体内。但制作时间要10个小时，所以剩下的时间里各自都好好准备。而猎人已经迫不及待要回家了，因为明天是他女儿小简的生日。回到家之后，妻子像往常一样在家等他回来，并拿出了女儿在幼儿园画的画。これ、僕たちだ。此时的他们非常幸福。到了第二天，泽娜前辈想出了一个绝佳的方法，利用赛刚和杰德的光线产生出了异次元空间。如果贝利亚一旦进入，只要裂缝关闭，就永远不可能出来。人類生存の確率が 0.2% から 5% に上昇します。而另一边，猎人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来过的餐厅，为了给小简一个难忘的生日，也为了感谢妻子一直以来的付出。いつも頑張ってくれてるから。感謝の気持ち。今まで僕なんかといてくれて、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。まゆ、ろうそく消して。而没过多久，贝利亚的能量就吸收完毕。猎人给妻子和女儿做完简单的道别后，开始了这一次作战计划。赛罗令人率先登场，对战极恶贝利亚。俺に限界はね。赛罗无性形态，4重投标。果然到了新生代，就连赛罗也逃不过慢动作。大刀特效，贝利亚直接徒手挡下，反手接一棒。赛罗再来一劈，注意这里贝利亚的武器做了一个缓冲，但是赛罗伤害是真的吃满了。贝利亚极恶射击，再次伤害。而当赛罗准备反击时，可愛らしい家族の絵が犠牲になったぞ。辅警突可以出现在令人家里，并用妻子和女儿作为要挟，而赛罗也不得不放弃抵抗，只能硬吃贝利亚的所有攻击。この星に来て弱点を作ったようだな。而当赛罗放下武器时，莱叶及时赶到救下他们，而没有了威胁的赛罗开始反击。赛罗飞踢，家族を弱点と言ったな。それは違う。守るべきものがあるから、俺たちは戦えるんだ。此时3条支线同时进行，莱叶对付辅警出配，佩加负责幸运桩的发射，但最终被贝利亚当头一棒。极恶地狱爪，赛罗无限直接解体，这估计是赛罗无限形态吃瘪最多的一战。眼看计划不对，小鹿直接变身前往迎战。真正意义上的父子局，杰德大战贝利亚。遇强不慌，尊皇登场。右手望着圣剑一斩，左手杰德之爪一击，双武器加持，扩散光雨。对贝利亚来说只是一次平 A， 甚至可以说完全无效。反手两爪。这里也是没搞懂啊，2把远程武器偏要近战，甚至还被一爪打回原形。而另一边的赛罗正在默默拿起分解酶，虽然空臂有作用，但是贝利亚的左手呢？这血的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？贝利亚反手一爪打穿赛罗，
最后令人扛不住消失了，并且还受了重伤。而与此同时，奥德之父从光之国赶来，曾经的挚友，如今的敌人。这里当少妇出来的时候，我以为会来一场大战，但是没想到只走了一个过场，用到了结界与外界分离，给小罗准备足够的时间休息。那么杰德中章第2篇结束。本集登场的卡雷兰分子其实早在之前就出现过，当时也暗示了可以制作一种分解酶来吸收能量。而杰德作为双奥设定，它的结局也很特殊，不同于平成时期的盖亚是由双奥共同击败敌人，杰德则更多体现了个人的成长，更倾向于个人主线的发展。所以在本集中，赛罗仓促下线，就连登场的奥父都没有战斗场面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最后的杰德做铺垫，让他亲手改变命运。本集的标题《希望的碎片》既是整部剧的片尾曲，也是本集的核心主题。真正的希望就是由那些不愿放弃的意志、守护家人的决心和同伴之间的信任所凝聚的碎片。那么杰德3部曲第2章结束。